我爷爷死了，是被我妈活生生气死的。我妈说我也是个老不死的，不能干活，养他还不如养条狗。爷爷死后，竟然有9条蛇从他嘴里爬了出来。阴阳先生说这是师徒九龙，是大凶，要赶快下葬安息。我们赶忙照做，可当晚我的爷爷还魂了。我爷爷突然去世，听说死的时候眼睛都没有合上，我赶紧向辅导员请假，连夜回到村子里奔丧。刚到家门口，就听到我妈的破口大骂声，我总算解脱了，这老不死的终于死了。我爷爷以前在工地做事，出了意外，被钢筋扎穿了双腿，瘫痪在床多年。我妈对他从来都没什么好脸色，我下意识阻止，妈，你别说了，爷爷已经去世了，死者为大，难道我还说错了吗？我妈叉着腰冷哼一声，老东西天天躺在床上像个蛆一样，只知道吃和拉。我叹了口气，知道和我妈说什么都没用了，放下背包朝爷爷房间走去。爷爷的房间是由猪圈改的，里面没有窗户，很狭小，散发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腐臭味。此刻他躺在木板床上，周围连床被子都没有，只穿着寻常破烂的 T 恤和短裤，躯干干瘦至极，脸色发青，看起来很是诡异可怖。我实在忍不住了，扭头看向门外站住的妈妈，妈，爷爷就这么去世的，你好歹给他床被子啊。我妈白了一眼，一脸无所谓，他迟早要死的，盖被子也是浪费。我感到鼻尖一酸，莫名的想掉眼泪。爷爷之前在工地上挣的钱全都补贴给了我们家，可后来他瘫痪后什么都干不了了，竟连个盖身体的薄被都没有。行了，你难过个什么劲，老东西都60多了，早该死了。我妈继续无所谓道，我看对咱们家来说，他这也算是喜丧。这时我爸已经请来了村里的算命先生东叔，商量着给爷爷安排下葬的事。东叔一进门，闻到屋子里的尸臭味，脸色当即就变了。老人家是昨晚去世的，怎么现在身上就有味了？我妈想也不想到，大夏天的，尸体味重也是正常的。东叔叹了口气，说道，按理说老人去世是需要停尸3天的，可现在必须得赶紧下土，不然尸臭毁了容，阎王爷不收，老人就成了孤魂野鬼了。我爸赶忙去村里找人帮忙，将爷爷抬进客厅的棺材里。这是一口大黑棺，上面用金笔描绘着2条龙，可看起来却莫名瘆人的很。我忍不住询问东叔，人死了不应该是红棺吗？为什么我爷爷的是黑棺材？你爷爷他是被你妈……东叔话说到一半，看了看我，却硬生生止住。他咳嗽一声，又道，你爷爷是突然暴毙的，只有黑棺材才能镇住他的怨气，不然就会出大事。我又不傻，知道东叔不想和我细说，难道爷爷的死和我妈有关？赶紧过来。我爸对我招了招手，让我去给爷爷穿寿衣。你是爷爷唯一的孙子，你给他穿了衣服，他也就更能安稳地上路。我深吸口气，朝爷爷的尸体走去。爷爷，我来送您了。我小心翼翼地抬起爷爷的手，准备将他的 T 恤脱掉，换上黑色的寿衣。可当我碰到他手的时候，一阵毛骨悚然松软感传进我的心脏。爷爷他的手像是断了，就是那种手骨碎裂，只有一层薄皮连着的感觉。东叔说我爷爷是突然暴毙，可暴毙的人是绝对不可能手骨断裂如此彻底的。我脑海里顿时有了一个可怖的想法，爷爷是不是被我妈给活活打死了？衣服怎么还没穿好？让你帮忙穿个衣服这么磨叽。我爸见我做事太慢，冲进屋子，径直推开我，自己给爷爷穿起了寿衣。我站在一旁，看着那干瘦的尸体，默默流着眼泪看着。爷爷真是受苦了。爷爷刚死不到24小时，他的尸体并没有全僵，还有点柔韧度，所以穿寿衣的过程并不算麻烦。一成，赶紧把老人家抬进棺材里。东叔开始招呼起来，中午前下葬，可保你们家平安。好嘞，干活了。我爸请的抬棺8大金刚站起身，抬起爷爷的尸体，放进漆黑棺材中。东叔点起香，围着棺材转了几圈，又撒了一把黄纸，准备起灵。爸呀，你走好吧。我爸身为长子，面无表情地扛着白帆，哀嚎着，以后我逢年过节就给您烧纸钱，您在地下也一定要保佑我多赚点钱啊。我则换上白色校服，和二叔跟在棺材两旁扶灵。8大金刚鼓着气把棺材抬出客厅，刚走上几步，队伍突然就停下脚步。怎么了？东叔停止念咒，冲着抬前棺的杠头道，起了灵可不能停下来的。有声音。扛头僵硬的扭过头，脸色煞白地说道，棺材里有声音。我眼前一亮，激动起来，是爷爷还没有死。住嘴！我妈扬起手，似乎想要扇我，却硬生生止住。她面色充斥着恐惧。老头子的周身的骨头都断了，怎么可能还活着？周身的骨头都断了。我死死地捏成拳头，忍不住问道，妈，
爷爷他究竟是怎么死的？行了，别问了。我爸铁青着脸瞪了我一眼，可能是棺材里有什么老鼠溜进去了，所以才发出声音。可我觉得不像，向来沉默的二叔哆嗦道：“我刚才好像听到棺材里传来了笑声。”杠头突然松下扛住的棺材，尖吼了一句：“妈的，这是诈尸了！”啪！棺材落了地，东叔重重叹了口气。棺材落地，这老人家是不想走啊？那怎么办？我妈也厌恶，这老头总不能一直放家里吧？多晦气呀！你快想想办法，先开棺看看，如果里面真是老鼠作怪，那还好说。东叔脸色凝重道：“如果不是，那只能把老人家埋在棺材落地的地方了。”这可不行！我妈立马大声叫嚷起来：“哪有把死人埋在家门口的？这太不吉利了！不行，找个乱葬岗扔了去，别来作践我们家。”对于我爷这个包袱，我妈显然很想赶紧甩掉。我听着心里也很不舒服。别说了，先开棺看看吧。我爸脸色难看地挥了挥手，再次请八大金刚帮忙推开了沉重的漆黑棺材。棺材内，爷爷的眼睛睁得极大，几乎要鼓着掉出来。更极为恐怖的是他的嘴，那张嘴大张住，里面的舌头却猩红一片，四周一片哗然，都被这个样子惊到了。还是东叔见多识广，老爷子，您不想上路是有什么心愿？东叔的话还没说完，却突然面色惊恐地后退了一步。蛇！我皱起眉头。爷爷入棺前，我仔细看过，棺材里干干净净的，是绝对不可能有蛇的。是不是东叔看走眼了？想到这，我忍不住探出头，朝棺材内看去。可就是这一眼，吓得我浑身血液逆流，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只见一条条漆黑溜细的蛇，探着幽黄色的眼睛，一条接一条的从爷爷的大张住的嘴里涌了出来。这群蛇从爷爷嘴里爬出来后，便四处在棺材内游走，看起来密密麻麻的，极为可怖。师徒九龙，东叔眼中浮现恐惧，看向四周，一字一句道：“老爷子这是死不瞑目啊！”众人全都惊住，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弹。老爷子心里有气，不甘心啊。东叔冷着脸扫视着我们一家三口，叹息道：“这口气叫央气，他堵在尸体心口，咽不下去，时间长了，老爷子恐怕会借尸回魂，害死你们。我常年伺候着他，他怎么敢害我们？”我妈一拍大腿，骂了起来：“这个老东西活着拖累家里人，死了也不消停，打他真就没打错。”别说了。我爸意识到我妈说错话了，赶紧吃住，转头看向东叔，问道：“现在该怎么办？怎么才能让老头子把央气咽下去？”我也一声叹息，看来我也真是被我妈打了呀，甚至可能是被我妈硬生生打死的。也因此心里憋了一口气。东叔沉思良久，道：“这蛇是煞，煞不能与尸待在一起，否则会变成凶尸。我们先把蛇给弄出去。”众人面面相觑，却没人敢动手。在农村，蛇是属于有灵性的邪物，沾上了就等于惹上晦气。无奈之下，东叔从怀里拿出一些黑色的药粉，递给了我。他道：“这是雄黄粉，你拿去撒在棺材里，好让蛇自行离开。”我硬着头皮接过，招棺材拜了3拜：“爷爷得罪了。”随后我屏住呼吸，将刺鼻的粉末撒在棺材里，嘶嘶，这群蛇顿时躁动起来，长着扁长的血红大嘴，纷纷在棺材里翻滚扭动。棺材里不时传出噼里啪啦蛇身撞击木板的声音，大家赶忙后退，生怕蛇从棺材里跃出来伤人。可过了10几秒，却硬是没有一条蛇跑出来。我感到不对劲，壮着胆子凑了上去，一看，里面的蛇竟然都死了。它们死后成堆地趴在爷爷的铁青的脸色，场景极为可怖。没想到这些东西竟然死都不愿离开。东叔一脸沉重地说道：“这回可惹大祸了，让蛇出棺材，这馊主意可是你出的。”我妈直接急了：“现在蛇死了，你说该怎么办吧？赶紧把这死老头子给我处理了呀！”东叔蹙起眉头，也不高兴了：“少说几句吧，还嫌怨气不重吗？在农村，不孝真的是要被人唾弃的。”我妈刚要来口骂，被我爸拦住了。我也无奈地看向东叔，客气道：“叔，您帮忙吧。”接着东叔一咬牙，严肃道：“下葬吧，用桃木枝把蛇尸挑出去，千万不要遗漏任何一只。挑蛇尸这苦力活还是我做的。”这群死蛇身上散发着刺激药粉味以及浓重的腥臭味，让我差点吐了出来。等我把死蛇都挑出去后，爷爷青灰的脸庞露了出来，他的嘴还是大张住的，看起来下颚骨几乎都要戳到胸口了。我妈不耐烦的咒骂声还在耳边浮现：“老东西真能折磨人！”要依的我脾气，一把火直接给烧了，还省了棺材本。我叹了口气，在心中默念住：“爷爷，您一路走好吧，别怪我妈。逢年过节我会给您烧纸的。”
清理完成后，我小心翼翼地将棺材给合上。你回去给老爷子立个牌位，牌位下面放这个香炉。这时候，东叔从随身袋里拿出一个香炉，递给了我爸。他嘱咐道：“这香炉是开过光的，每天早上7点、中午12点以及下午7点，必须按时在香炉里上香，连续774-19天，老爷子的这口阳气就能下去了。”我爸连连应下。好好好，东叔不悦地看了我妈一眼，这才离开。爷爷的棺材是在我家门口几米落下的，因此爷爷就埋在了我家门口。我妈很恼火，隔三差五对着坟堆骂：“死老头子，死了都恶心人！我呸！迟早给你扔乱葬岗去，你要是有点钱也行。穷鬼，一辈子穷命。”甚至他还会把夜壶里的尿倒在爷爷坟头上。但好在我爸每天都按时在香炉上给爷爷上香，因此也没出过什么麻烦事。可直到我爷头七那天出事了。那天一早上，我家大门口来了个老道士，道士两鬓斑白，留住个山羊胡，穿着个破破烂烂道袍，一手拿着个拂尘，一手拿着只烧鸡，吃得满嘴流油，给人感觉十分不正经。又来了个要饭的。我妈冷哼一句，转身进屋里，就准备把门给关上，但道士却眼疾手快，用拂尘挡住了大门。他擦着嘴巴上的油：“我有点渴了，可以给点酒喝吗？”我妈没给好脸色道：“没有。”怎么会没有呢？老道士突然神秘莫测地笑了：“你家最近刚去世了人，怎么可能会没有酒席招待呢？”我妈脸色僵住，一下子没再说话。我心想，这老道士多少沾点神，赶忙拉开大门道：“您是怎么知道我家有人去世的？”老道士看了我一眼：“我不仅知道你家有人去世，我还知道去世的人是你的爷爷。”我暗暗吃惊，反应过来，想着难道这老道士是向村里其他人打听了我家的事，所以来坑蒙拐骗了？老道士似乎是知道我心里的想法，一甩拂尘，淡淡道：“小伙子，我不是骗子，我只想讨一口酒配我的烧鸡喝。”我彻底服气，赶忙去厨房拿一瓶二锅头递给他。老道士仰头喝下一口，他吧嗒了下嘴巴，叹着气道：“小兄弟，你印堂发黑，唇色乌紫，你们一家三口啊，有大灾呀！”我蹙起眉头，警惕地看着他：“你这不是想骗钱了吧？”我留了个心眼：“我可没钱买呀，不要你钱，以酒抵服。”说完这话，老道士冷笑一下，斜了一眼屋子里的我妈：“不孝儿女，死不足惜。不过看你这小子有些造化，就帮帮你。”说罢，他冲我笑了笑，甩着拂尘转身离开了。这不孝儿女说的就是我妈了。这人还真对我家有些了解，不过不要钱就行。我把护身符带好，也算是个心理安慰。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总觉得屋子里很冷，凉飕飕的，且床明明垫了好几层被褥，还是很冰凉，躺在上面就像躺在冰块上一样。我赶忙从衣柜里翻出了电热毯，又加了床被子，才感到暖和一些。半夜睡到迷迷糊糊的时候，我手机突然响起了微信来消息的提示声。我下意识伸手去摸，没摸到手机，却意外地摸到了一张脸。小倩，你怎么来了？我还没睡太清醒，以为现在在学校附近的旅馆和我女朋友在睡觉，所以下意识问了句：“你怎么脸摸着这么僵了？”小倩没有回应我，我感到纳闷，下意识地睁开眼，借着手机上幽暗的光，突然就看清了躺在我床边人的模样。这是7天前入棺埋进土里的爷爷。爷爷的嘴还是大张住，嘴角有着明显的暗红色的土块，而他的眼睛则大睁着，几乎要爆出眼眶般，直勾勾地盯着我。爷爷的嘴角挂着一抹极其诡异的微笑，嘴角几乎都快咧到耳根了。我好饿。从爷爷嗓子里传来幽怨的声音，一双漆黑的眼睛死死盯着我。鬼呀！轰！我脑袋嗡的一下，瞬间就麻了，整个人都快炸了。这太他妈吓人了！顾不得多想，我连滚带爬地下了床，就朝着门口跑去。一直来到门口，我手忙脚乱地打开灯，出门之前下意识地惊恐地看了眼身后，空空如也。我愣在原地，揉了揉眼睛，床上哪有爷爷了？难道是我看错了？怎么了，儿子？听到我的叫喊声，爸妈也连忙赶了过来。我有些惊魂未定，把刚才的事和他们说了一遍。我爸顿时脸色惨白，哆嗦嘀咕道：“今天可是你爷头七，还混夜呀！”我妈听闻，脸色一变，立马一声咒骂：“这老死头子，死了都不消停，还来吓唬我大儿子！”我爸又瞪了我妈一眼，埋怨道：“都怪你，家里也不是没粮食，你怎么能这么苛刻老头呢？死了都喊饿，爸可是活活被你饿死的呀，要不然能有这么重怨气吗？”我妈一下就急了，指着我爸鼻子嚷嚷道：“怎么了？
我就不给他吃的，一个拖累，早点死了得了。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你孝顺，那你倒是多赚点钱啊，给你死鬼老爹送进老院去。说着，我妈也大哭了起来。我爸对此毫无办法。听到他们的对话，我心里一惊，眼眶不自觉就红了。原来爷爷是被我妈活活打死饿死的呀！老头子又做错了什么呀？他只是老了，不能动了。我也死之前得多痛苦啊！怪不说东叔对我妈这么唾弃，可这人是我妈呀，我又能说什么呢？见我情况不对，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没事儿子，你别怕，肯定就是做噩梦了。我点了点头，希望如此吧，心里也跟着祈祷，对爷爷请罪。小时候爷爷对我很好，也怪我知道明妈妈对他不好，也没有回来多看他。现在子欲养而亲不待，说什么都晚了。接着爸妈让我去他们屋对付一晚上，明天就让我赶紧回学校。我爸又去厨房给我拿菜刀，想让我放在枕头底下辟邪，可很快便听到我爸一声尖叫，我和老妈赶紧跑到厨房，就看到我爸指着地面浑身发抖。只见厨房灶台旁边有几个泥鞋印，我和我妈也顿时惊慌了起来，家里进小偷了！我连忙问道，警惕了起来。可即便是小偷，我爸也不应该吓成这样吧？只见我爸脸色惨白，颤抖着指着那几个脚印说道，这脚印是给你爷穿的死人兽鞋。撕我倒吸一口冷气，不自觉的有些腿软，整个人瞬间就麻了。砰！我妈也皱着眉捶了我爸后背一下，埋怨道，别胡说，都穷得当小偷了，说不定这人是哪偷的兽鞋呢？我爸瞪大双眼，摇了摇头，激动道，不对，这鞋就是老头子的，是我以前在外地买的，咱们这根本没有。此话一出，我们全都说不出话来了。想起之前爷爷恐怖的样子，一股寒意从我心头升起，我们仨都吓坏了，难道真是诈尸了？我爸小声带着哭腔说道。饶是大胆的我妈此时也说不出话来了，脸色惨白，一脸惊慌。亲手给我也穿鞋的我爸更是冲着大门口的方向直接跪了下来，就开始磕头，爸，我错了，是我不孝顺，您安心的走吧，我不该呀，您是饿死的呀。爷爷的坟就在门口，我们也不敢从家里出去，只能先离开厨房，在我爸妈的房间躲了起来。这一晚上我们都没敢睡，生怕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我爸一口咬定那鞋就是我爷的，好在一直到天亮都没有再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我们仨也都被吓坏了。我爸特意把我二叔还有几个亲戚叫过来壮胆，具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说，不孝这事确实也挺丢人的。反正我爷的尸体可能是跑出来了。天大亮以后，我们便去查看起了坟。出乎意料的是，坟包没有半分被挖开的迹象。我和我爹对视一眼，心里都有些慌张。难道昨天晚上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巧合？真的有小偷穿了和我也一样的鞋？就在没有任何头绪的时候，只听到身后家里的屋子中传来一阵呼喊声。我和我爸对视一眼，赶紧跑回屋里，只见二婶抱住我妈，正在一声声呼唤着，大嫂，怎么了你呀？别吓我呀！我妈晕了过去，怎么都叫不醒。老二家的，怎么回事？这是？我爸焦急地问道。二婶一拍大腿，懊恼地说道，我也不知道啊，大嫂骂老头子，还把那香炉打翻了，就晕过去了。只见东叔给的那个给我也上香的香炉被打翻在地，而我妈已经翻着白眼，昏迷不醒了。妈，你怎么了？我们赶紧上前查看，可我妈依旧是一点意识没有，掐人中也没用，村里没什么正经医生。我爸赶紧让二叔回去开车送我妈去城里，就听到我二婶撇着嘴在一旁嘀咕，这么邪乎，该不会是老爷子阴魂不散回来惩罚这不孝子孙的吧？二婶一直和我妈不太对付，看不惯我妈对爷爷的样子。你给我闭嘴，你什么都敢说。我二叔一听脸都绿了，呵斥道。这时我妈却突然睁开了眼睛。就在所有人松了口气询问情况的时候，我妈却问什么话也不回，只是用力瞪大住双眼。我意识到了不对，我妈的眼中没神啊，好像行尸走肉一般。再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只见我妈死死盯着墙上我爷的遗照，嘴角挂着一抹极其诡异的冷笑。这个恐怖笑容和我昨天晚上见到的爷爷一模一样，我顿时不寒而栗。突然我妈一把掐住了凑上来看情况的我爸的脖子，不孝子孙，我要把你们都带走。从我妈口中传出的竟然是一个老头的声音，这是我爷的声音啊！爷爷真的来复仇了！哗啦，现场一下子都快炸了。我二叔更是大叫一声，完了，这是鬼上身了呀！啪啪啪，我妈一下下狠狠扇自己的嘴巴，嘴角都出血了。我妈疯了，我爸急了，赶紧冲上去拉我妈，哪知道我妈直接朝着我爸的脖子咬了过来，我赶紧也吓得拉住她，但此时我妈力大无穷，直接就把我甩开了。她一脸凶狠和狰狞，看起来非常愤怒。我饿呀！
我饿得想死，可我动不了啊。我妈用爷爷的声音呜呜地哭着，几乎是哀嚎。我疼啊，我太疼了，这声音听起来就很让人胆寒啊。然后我妈狠狠地朝着我爸脖子咬了下去啊！只听我爸一声尖叫，却是什么事都没有。原来关键时刻，东叔赶了过来，把一截树枝塞进了我妈嘴里。东叔叫人一起拿绳子把我妈捆了起来。我妈没有挣扎，只是被绑在凳子上，一脸阴鸷地看着我们，那表情很像是我爷爷，只不过充满了憎恨一般，让人心生寒意。真的是我也回来了，要把我们都杀死。东叔皱着眉头问我们怎么回事，可是谁也说不清啊。我妈突然就这样了。这时候东叔看到我胸口，让我把护身符给他。这玩意儿哪来的？东叔严肃地问道。我想起之前那老道士的话，就把事和他说了一遍。听了以后，东叔一脸凝重，他二话不说打开护身符，里面竟然是一条拇指大小的绿色小蛇。阳光的照耀下，小绿蛇非常的妖艳，昂住头，两个眼睛也是绿油油的，蛇眼里有异样的光芒，好似人眼。突然，小蛇冲着我飞了过来。孽畜，休得伤人！就在我愣神的时候，东叔一声大喝，伸手捏住了绿蛇，然后掏出一根针，插在了蛇的7寸。只见那蛇挣扎了2下，便不动了。我的心砰砰直跳，有些后怕，那缺德的老道士竟然是想害我。亏我还好心的给他酒喝。接着东叔又掏出一小瓶透明液体，取了些在手指上，点在我妈的额头上。我妈顿时一个瘫软，眼皮一翻，然后嚎啕大哭了起来，显然是吓坏了。东叔则是给了我妈一个白眼，多余的话一个字不想讲。东叔，谢谢你了，那老道士为什么要害我们家呀？见到我妈没事了，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提起道士，恨得咬牙切齿。我们家和那道士明明无冤无仇啊！想起那小绿蛇，实在是太邪门了。东叔一脸严肃地回道：“这人居心叵测，他可是下了血本，老爷子的尸身恐怕也会出问题啊。”什么意思？我爸紧张地问道。刚才可是把他给吓坏了。东叔没有说话，而是招呼我们去坟头。到了坟头一看，我跌腿一软，差点没摔倒。只见我爸指着坟墓，恐惧地说道：“脚印！”我爹受邪的脚印就在他坟头，四周一片哗然，真的是尸体跑出来不成？东叔把打翻的香炉拿了过来，在上面插好香，然后招呼几个男人一起挖坟。众人拿好工具挖坟，气氛有些沉寂，心里也都很忐忑。过了会，我爷的大黑棺材终于被挖了出来。东叔招呼人开棺，我们互相看了看，我和我爸硬着头皮跳了下去。就在把钉子都起开，要开棺材盖的时候，我爸突然拦住了我，他一脸惊慌，哭丧着脸说道：“不对呀，里面怎么有呼吸声？棺材密封了7天，就算是有活物也憋死了呀，哪来的呼吸声？”我不禁想到，下葬那天爷爷棺材里的蛇，难道又有东西了？还是东叔跳了下去，一把推开了棺材。我也棺材被推开的那一刻，四周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只见棺材里的我爷竟然侧过身来了，不仅没有一点腐烂，反而面色红润，他嘴角挂着邪魅的笑，就是和我昨晚看到的还有刚才我妈的笑一模一样。此刻我爷的样子好像要爬出来似的，10个指甲也全都发黑，别提多瘆人了。诈尸啊！我爸脸色惨白，连连后退，吓晕了过去。我妈更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拍着大腿哭喊了起来：“作孽呀！这可怎么办啊？我错了，我不应该不给你吃饭啊！可是你孙子是无辜的呀！”显然他真的是被吓坏了，也很后悔。东叔眯着眼睛，声音低沉道：“幸亏开了棺，不然749天以后成了气候，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得陪葬。”我妈赶紧求着东叔帮忙处理。东叔没好脸色地看向我妈：“老爷子，真是让你给饿死的。”我妈低着头，老头子脾气倔，岁数大了一点话也不听，这话也算是默认了。东叔没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饿死的，这得多痛苦啊！怪不得怨气这么大，已经没了理智。”随后东叔招呼人把我爸抬到阴凉处，要了捆纸钱，又用黄纸写了什么，在坟头烧了起来。霎时间阴风四起，那阴风刮起了纸灰，就好像真有什么东西把钱收了似的。一时间场面别提多邪门了。东叔又拿出了个八卦镜，咬破手指把血擦在八卦镜上，在我爷的胸口，接着冲着尸体嘀咕道：“你安心的走吧，不会再做饿死鬼了，以后他们会给你上香的，别再作恶，不然可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东叔说了几句，阳光照在八卦镜上面，散发出金色的光芒。只见我爷的尸体迅速灰败了下去，很快成为了一具干尸模样。
所有人这才重重地松了口气，得把尸体烧了，然后葬在祖坟就可以了。我们不敢怠慢，把我爷的尸体火化了，然后送到家族的坟地葬了。可是回来的时候，我爸依旧没醒，皱着眉头，还发起了高烧。这回东叔也没办法，我和我妈只好带着我爸去县里的医院，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能先住院，然后打针。可我爸的情况每况愈下，2天就瘦脱了相了。我心急如焚，难道我也真的要把我爸带走？我妈也是气得直骂，温大哉的死老头子，儿子都害，真是坑人啊！爷爷的事被东叔处理，我妈又对我也有了恨意，然后还和我诉苦。你说他窝吃窝拉的，脾气还不好，我照顾他这几年已经不容易了，好不？我是打他，不给他吃饭，可我知道错了呀，我也是一时在气头上。其实我也挺生气的，可是我妈看着我爸流眼泪，搞得我心里也很难受。妈，那要是我也这么对你呢？我留下一句话，转身出门了。因为我的话，我和我妈闹得也挺尴尬的。一直到第3天晚上，我妈去睡了，我给我爸守夜上了个厕所。回来的时候，发现病房里有人，一个穿着病号服佝偻的身影就在我爸床边，不知道在干什么。你是谁？我喝问一句，怕是有人要害我爸。紧接着，那个人影回过头来，我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只见这是一个皮肤干枯、一只眼睛瞎了的老太太。老太太眯着眼睛，悠悠地看着我，非常瘆人。我不自觉地汗毛炸起，有些慌了。接着她咧嘴一笑，声音沙哑地说道：“这个人要死了。”知道他是个人，我也放松了一些，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呵斥道：“你怎么能诅咒我爸呢？你到底想干什么？”老太太依旧低沉着声音说道：“有人要吸你们的气运，你们都会死的。”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老太太说的是谁？难道是那个老道士？接着老太太动身，朝着门外走去。想知道的话，就和我来。我犹豫了一下，又是一个找上门来的，该不会是和那老道士一样吧？最后我一咬牙，怕个球，是祸躲不过呀。整不明白老太太什么意思，我就这样跟着老太太来到了对面病房。此刻时间已经是深夜了，她示意我别说话。就在正好12点的时候，老太太让我看我爸的病房。我抬头一看，嘎吱，病房的门被打开了。我顿时倒吸一口冷气，瞪大双眼。这病房门口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好像有个看不见的人把门给打开了。这也太邪门了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鬼开的门。就在我惊骇不已的时候，老太太又给我指了指。我这时候才发现有一个小小的东西朝着我爸的病房而去。我暗叫一声不好，该不会还是那些该死的小蛇吧？我着急的刚想起身，被老太太拦住。她阴沉的说道：“你过去也没用，反而会害了你爸。”听到这话，我只好作罢。这时候我才看清，那小玩意儿竟然是个小纸人。小纸人侧过身可以看到，它只有薄薄的一片。只见这小纸人趴在我爸嘴边，好像在吸着什么。这就是那老太太说的气运。这玩意儿也太邪门了吧！过了会，纸人又从病房窜了出去，没影了。我赶紧冲了过去，查看了我爸的情况，还好还有气，然后便问起来老太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太太问了我最近发生的事，摇了摇头。那个叫东叔的，就是在吸你们家的气运，他在害你们。我顿时大惊失色，继续问道：“他一直在帮我们啊，反而是那老道士弄的小蛇。”老太太叹了口气：“非也，这养蛇蛊和纸人，只有这个叫做东叔的人才能串联起来。不信你现在去找他，就什么都明白了。”我咽了口水，有些惊讶。难道说一直害我们的是东叔？如果真的是东叔，细思极恐啊！我还想再问些事情，可是抬起头一看，面前空空如也，身后还哪有人了？老太太凭空消失了，我彻底懵了。她离开总不能一点脚步声也没有吧？这老太太到底是人是鬼啊？坐在我爸病床上，我的心砰砰直跳，久久难以平复。我到底应该相信谁啊？鬼魅的纸人，还有这消失的老太太，都太邪乎了吧？不过这老太太好像并没有害我的意思。我决定按照她说的，现在去找东叔。东叔家在村东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搬到城里，所以他家附近也没什么人。确定我爸没事，我连夜打车去到了东叔家。就在来到院子外面的时候，我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响动。我小心翼翼地偷偷看了过去，只见月光下，一群给死人烧的人影纸人在东叔的院子里正在机械般地朝着月亮跪拜，场面别提多瘆人了。纸人们穿得花花绿绿，脸也是死人一般的惨白，足有10几个。好啊，纸人果然是东叔搞的鬼，
亏我还这么相信他。屋子里亮着幽幽的光，隐约可以看到东叔在里面。我用手机把画面放大，看清里面的情况，顿时脑袋嗡的一下。只见东叔坐在一个红棺材里，面对窗外，他的脑袋咔嚓扭了一下，转向了背后，甚至可以看到整个后脑勺。我冷汗瞬间就下来了，脑袋整个搬到身后。东叔还是人吗？就在我惊恐万分的时候，后背突然被拍了一下，我一个哆嗦，回头一看，是一个穿着一身寿衣的纸人。纸人惨白的脸上，两颊还有红色的小圆点，面容是僵硬笑住的。我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儿子，儿子！等我醒来，面对的是哭着的我妈。我没死，想起昨晚看到的事，我有些心有余悸，连忙问我妈怎么回事。她告诉我，原来是那老道士把我送回来了。那老道士呢？我连忙问道。走了，你爸也醒了。老道士让你醒了，就赶紧去东叔家。既然老道士救了我，他还是值得相信的，要不然昨天晚上他就可以弄死我。看来搞鬼的真的都是东叔，亏我还这么相信，他简直不是人。我又去看了看我爸，确实已经没事了，已经醒了。儿子，我对不起你爷呀！我爸虚弱的哭着，一直念叨着这句话，我这心里也很不好受。不过我爸没事，这总算是个好消息。不过去找老道士之前，我决定还是先去问问昨天晚上那老太太是怎么回事，她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可我来到对面病房的时候，并没有那老太太的身影，甚至病房里都是空的。我又去附近看了看，也都没找到老太太。最后我只好去护士站询问，老太太的样貌很好认，毕竟是独眼。你是说这位老婆婆是吧？护士帮我查到了老太太的照片，就是昨天晚上我看到的那个老太太。见我点头，护士接着说道，你来晚了，她已经去世3天了。听到这话，我直接懵了。什么？老太太死了？最重要的是，老太太已经死了3天了。那我昨晚看到的是什么？难道是鬼不成？经过再三确认，这老太太确实已经死了。离开护士站的时候，我心里乱七八糟的，脑海里只有一句话：我见鬼了！我不信邪。找到老太太的家属，结果一照，还有死亡通知书什么的，我都看到了。昨晚我见到的，的确是一个已经死去了的人。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吗？就在我又疑惑又惊恐的时候，和老太太女儿聊天的过程中，得知老太太以前也是我们村的，而且就是我们家邻居，只不过我小时候就搬走了。这么说来，老太太肯定认识我爷爷，这事和爷爷有关。但是现在老婆婆死了，这事也没法说了，还是从我妈口中得知，昨晚12点我是睡着了的，我见到的老太太是在梦中的，可这也够邪门的了。突然我想到了什么，老太太是来帮我的，她还认识我爷爷，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是爷爷在默默帮助我，也是在救我爸？毕竟如果我不发现那纸人，可能我爸就永远醒不过来了呀。想到这些，我眼泪止不住的落下。爷爷，我们对不起你呀。我又按照老道士的话找到东叔，不过想起昨天晚上恐怖的经历，我特意带了几个朋友去。一进东叔家院子，就看到满园的死黄鼠狼，东叔和老道士竟然在喝酒，他们俩是一伙的。就在我刚要愤怒的时候，老道士把我叫了过去，接着东叔叹了口气，把我带来的人都让他们回去，和我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最近附近多了一个可以操控动物的东南亚术士，我们家到了我这一代气运很好，特别是到了我也死后，埋在祖坟以后就会腾飞。那个家伙憋住劲对我家动手，偷取我家的气运，就连我也当初瘫痪也是和他有关。东叔假意和那个人联手害我，实则就是为了对付这个人。那些纸人什么的，就是那个东南亚术士搞的鬼。昨晚我出现，吸引了坏人的注意力，他们正好动手。接着我们来到了东叔家的地窖，只见里面绑着一个干瘦黝黑的光头，这就是那个东南亚术士。地窖里面是一个灵堂模样，有棺材，上面挂着的黑白遗照，不正是我吗？我暗骂了一句，这缺了大德的家伙，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呀！不过好在东叔和老道士已经把人给控制起来了。我们把光头送到派出所，搜出来一堆的蛇虫鼠蚁，看得直叫人恶心。至于他做过什么，那就自己和警方交代吧。至于老道士，正好是云游经过，也算是有缘。我回到医院的时候，我爸已经没什么事了，只不过一碰就疼。我还想带他去找医生看看，被一把拦住了。算了，你爷临走那时候也都是哪都疼，这就是报应吧。我爸说完这话，我们俩都沉默了，剩下的只有叹息。没住几天院，我爸就回家了，落得个关节疼的毛病。后来警方联系我，那个东南亚术士涉嫌害死了好几个人，已经进监狱了，这辈子都别想出来了。害人的心思真的别有。
最后害的只能是自己。老道士和东叔还给我也做了一场法事。做法事这天，我爸忍着关节痛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爸，都是我不孝啊！我妈也不说话了，就是跟着磕头。没风的天，老道士插的黄旗子突然晃动了几下，然后就起风了。这风确实有点邪门。老道士见到这一幕，拍了拍我的肩膀，叹息着说：“可以了，你也已经原谅你们家了。”也不知道这话到底是真假。东叔也叹息道：“做人首要就是孝，要不然就是作孽呀。”这话已经说得很含蓄了，我爸妈都抬不起头来。从那以后，我妈一直挺抑郁的，没过半年就检查出的胃癌了。发展到后期就是吃不下饭了，因为治不了，我妈早就回了家，其实就是等死了。我也陪在她身边，只见我妈非常痛苦地哼唧着：“我饿，真的饿呀，可什么都吃不下。”胃癌发展到后期，真的是吃不下东西了。我流住泪，攥着她干枯的手：“妈，咱们去医院给你手术。”我妈摇了摇头，叹息道：“没用啊，这都是作孽。你爷当初也是这样，只叫饿还疼。妈肚子里真的好疼啊，你杀了妈吧。”我只是摇着头流泪，最后是她自己轻声叹息：“这都是报应啊，后悔，我真后悔啊，我对不起你爷。”我妈没有了以前的锋利，而是让我和我爸扶着她去了我爷坟头，磕了很多头，一直在说自己错了。没过多久，便郁郁而终了。后来我做梦梦到我爷了，说早就原谅我们了，毕竟只有父母的不是，哪会有儿孙的不是呢？百善孝为先，做人首要的就是孝顺啊。当然，一些实在太不负责任的过分的老人例外，我父母算是不孝顺的例子。我爸的关节痛也越来越严重了，冥冥之中可能真有报应这一说吧。对老人好点，有时间的话多回去看看，毕竟他们是最无条件爱我们的人。祝天下老人都老有所养。